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佛历8月上初10，万象晴，27到36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204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44基普，涨幅 0.2%。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3.8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0.2 基普，跌幅 0.03%。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5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5基普，涨幅 0.15%。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股市整体呈现震荡下行的走势，综合指数开盘报 1306.69 点，盘中最高曾触及 1316.89 点，但随后受权重板块走弱拖累一路下探，最低跌至 1294.18 点。截至收盘，综合指数最终报收于 1299.75 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12.79 点，跌幅为 0.97%。昨日市场交投较为活跃，全天总成交量为89万2100股，总成交额达到 12.75 亿基普。个股方面呈现跌多涨少的承压格局，多只核心权重股集体哑火，萨万尼昨日遭遇获利回吐，大幅下跌200基普，收报4100基普，浦西开发下跌70基普，收报1160基普。此外，万象中心、老挝石油及马哈腾均出现10至30基普不等的微幅回调。在大盘调整的背景下，老挝农业表现坚挺，逆势微涨10基普，收报1380基普。中老证券也小幅上涨5基普，以250基普作收。传统权重股如外贸银行、老挝电力以及联合发展银行昨日均平盘报收。总体来看，昨日市场在触及近期高点后出现了一定的获利回吐压力，投资者情绪偏向谨慎。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646万1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87万6000基普，跌幅 1.85%。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6月17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2504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019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与日本签署 3.78 亿日元人力资源开发奖学金项目。6月22日下午，老挝与日本在外交部签署了日本资助老挝的人力资源开发奖学金项目，总价值 3.78 亿日元。外交部副部长阿努帕·翁诺乔与日本大使小泉勉代表双方签字。阿努帕·翁诺乔向日方长期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援助表示感谢，并表示将最大化利用该资金，深化2025年确立的老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小泉勉表示将继续紧密合作，造福两国人民。2. 2026年东盟中国媒体合作论坛在辽宁举行。近期，由中国东盟中心、中国国际美传集团及辽宁省共同主办的2026年东盟中国媒体合作论坛在沈阳举行，主题为媒体合作共促增长，开启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聚焦数字化发展与 AI 技术在媒体中的应用。中国国际美传集团董事长常博、老挝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康曼占塔吉、辽宁省委副书记刘慧燕、柬埔寨新闻部副部长帕塔维克阿米达、东盟副秘书长纳拉亚安及中国东盟中心新闻公关部主任纳帕松、普瓦伯里拉克等出席并致辞。开幕式上启动了社交媒体内容创作和青年文旅团2项倡议。与会代表还实地考察了沈阳和大连的城市管理、民生及文旅项目，共商多领域深化合作。3. 琅勃拉邦市获赠2辆垃圾运输车。6月23日，琅勃拉邦市城市环境改善项目向琅勃拉邦市城市管理和行政办公室交付了2辆先进的垃圾运输车。琅勃拉邦省公共工程与运输厅副厅长塔维塞康马尼与老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住房与城市规划司副司长纳隆塞米瓦帕迪等出席交接仪式。该车辆采购是城市环境服务发展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提升社区、市场和经济区等地的垃圾清运效率，实现科学环保处置。
该项目由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及无偿援助，老挝政府配套资金共同支持，旨在改善旅游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能力，以应对未来城市扩张和游客增长。4. 国际关怀组织驻老挝办事处考察达永村咖啡生产中心。6月23日，国际关怀组织驻老挝国家主任凯安彭·苏万纳帕、欧盟驻老挝临时代办多特维格及代表团一行赴谢公省达增县达永村考察咖啡生产中心，省县相关部门及超级女性咖啡项目人员共同参与。达永村咖啡生产小组组长洛马尼塞亚义介绍，该小组隶属达增山地咖啡合作社，是超级女性咖啡项目旗下的17个有机环保咖啡生产小组之一。自2017年该项目进驻以来，通过传授有机种植技术和提供生产设备，有效提升了咖啡的产量与品质，帮助以农牧业为主的当地村民实现了可持续增收。5. 沙湾拿吉省领导视察39米大佛奠基仪式筹备情况。沙湾拿吉省人大主席布佐姆乌邦帕塞联合相关部门实地视察了39米高赐福姿态大佛建造奠基仪式的筹备进展。该项目是当地重要的佛教与文化工程，旨在为全省民众祈福。此次视察旨在督导场地准备、仪式流程及各方协调，确保活动隆重有序举行。大佛奠基仪式将于6月27日举行，届时将按照佛教传统举行宗教仪式。6. 川矿省查获非法采金外籍劳工及设备。6月20日，中央专责小组联合川矿省军区，对川矿省某莫县萨姆寨村的坎迪公司进行突击检查，旨在落实相关政令。行动当场抓获8名涉案人员，包括6名越南籍劳工及2名老挝籍挖掘机司机。现场查获3台神钢挖掘机、2辆皮卡车、1辆摩托车，以及抽水机、发电机、选金筛等大量非法采金设备，以及800升燃油。目前，涉案人员及物资已被扣留，执法人员已制作联合笔录，并将全部证据移交中央专责小组，以便依法追究法律责任。7. 万象市与广东深化绿色发展合作。6月23日，中国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与产业研究会会长梁松寿率代表团访问老挝，并在万象市行政办公厅拜会了万象市市长希里拉通新通鹏。希里拉通新通鹏对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万象市与广东省是友好省市，万象市目前正致力于打造绿色城市，高度重视清洁能源投资，并将全面支持双方开展合作可行性研究，以期签署合作备忘录。梁松寿对万象市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表示通过考察发现万象市在清洁能源开发上蕴藏巨大潜力，研究会将基于此次会谈成果开展深入研究，推动未来合作项目落地见效。8. 客车追尾，皮卡致3人重伤被困。6月23日凌晨5点37分，在泰国廊开府支线农双红检查站附近，发生了一起载有老挝劳工的客车追尾一辆老挝牌照皮卡车的交通事故。当时该客车正接送老挝劳工前往办理签证续签手续，该起事故导致3人受重伤，并被困在车内，伤者均为老挝籍人员，他们当时正乘车前往廊开移民局检查站办理签证续签。廊开8甲救援队工作人员紧急使用破拆工具将伤者从车内救出，并迅速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